就这样，身体怎么能好？还有大姐，20岁的大姑娘，也瘦得跟豆芽一样，真该庆幸她能找到婆家。这一切必须要改变。李青云做了一个决定，必须和奶奶他们分家。一旁张小娟吓坏了，兔子能卖多少钱她不知道，但油条和包子一个需要多少钱她知道。她以为李青云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花了。青云，你已经18岁了，再好人家你都该相亲娶媳妇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能换多少苞米面？那些苞米面慢慢吃，足够一家人吃1个月的了。紧接着，李青云把卷成1卷的8张大团结拿出来，偷偷塞进了老娘手里，和父母讲述了今天的经历。父母看到李青云，瞬间感觉长大了，可以撑起整个家了。而此时大房这边正在从李铁柱一家搜刮的油水，吃着丰盛的早餐。刘巧芝的弟弟是大队的队长，刘巧芝能把这个家管得服服帖帖的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弟弟给他撑腰。他们正记恨昨天的事情，谋划着怎么报仇。发子，这次你可要给大姐做主啊！那2个出生欺负的我没法活了。大姐，这轻松估计保不住了。但是他们想为难大姐，那就要过了我这一关。至于李铁柱，我也没办法，县长来了都要给他面子。但是李青云，这事过去了，还不是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。
碗成了碎块，那一瞬间的气势让所有人都是如坠冰窟。李铁柱的手被扎破了，鲜血在不断的向下滴落，而其他人，包括刘发在内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低下了头。上集说到，李青云一家直接拆穿他们的阴谋，刘发气的拿碗砸过来，被老爹挡下，顿时他们怕了。李青云被吓了一跳，双目瞬间就红了。他一步跳上去，抓住刘发，咔咔就是2个大嘴巴子。你特么的敢打我爹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刘发当时就被打懵了，只知道抱着脑袋躲避了。刘巧芝这时候终于抓住了机会，她声嘶力竭地大喊：你们还不动手吗？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？李青松、李青林和李大壮都扑向了李青云。李青云反应很快，他一脚踹在了李青松的肚子上，李青松直接被踢飞。双拳难敌4手，李青云被众人围殴。而就在这时，房门一开，支书林远山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。一进门就看到了满脸是血的李铁柱。铁柱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是哪个王八犊子打的？李铁柱头上的血自然是手掌粘上去的。他没解释，一边继续向额头上擦血，一边不停地深呼吸，甚至已经慢慢坐在了地上。就这架势，可把跟来的人吓坏了。李铁柱那是什么人物？这要是在安平大队被打死了，估计他们这个大队都得解散。所有人都围了上来，这下子可惹了众怒了。特么的，老李家是真不要逼脸了，打了李铁柱还要打他儿子，这是要灭门呐！下一刻，几个大老爷、3、4个妇女全都出手了，救人、砸东西，大骂声更是不绝于耳。10几分钟之后，屋里的人都走到了院子，而看热闹的人，大部分人见到李铁柱的模样，都激动了。各位爷爷奶奶、叔伯兄弟们，你们来给评评这个理。今天早上，我娘依然去正房为全家人做了早饭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们居然不叫我们，自己就开吃了。等我们去的时候，满桌子都是鸡蛋皮，吃不了的大饼子都扔到地上了。我对天发誓，从过年到现在，我们全家就没吃过鸡蛋。平常时连大饼子都吃不着，1天2顿，每个人只有1碗米面粥。还有我弟弟和妹妹，今天都是空着肚子去上学的，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可不可怜？我们受这样的虐待，是不是应该和他们讨个说法？结果我进屋刚说了几句话，有一个臭不要脸的老王八犊子就拿起饭碗打了我爹。别说我是做儿子的，换成不认识的任何人，这种场合是不是都要气疯？我去和那个老王八犊子理论，结果被我大伯全家人殴打，这是所有人都看到了的。小畜生，你住口！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牲口，连爷爷奶奶你都骂，你还是人吗？现在乡亲们都来了，你不思悔改，居然还在错上加错！你骂谁是老王八犊子？我是你舅爷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李青云一脸的惨然。那个老太太昨天给我灌了3倍的迷药，还想败坏我的名声，她就是要杀了我。碰到这样的老人，你让我怎么尊敬她？我问你，你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没叫我们？你们在屋里是不是吃了鸡蛋？没吃了的大饼子是不是扔地上了？是不是说吃完了之后要去打我们全家？李青云可以说是步步紧逼，刘发一下子愣住了。不给吃饭还要去打，这是想欺负死李铁柱一家呀！这是真没人性啊！知道老李太太不咋的，没想到这么恶毒。明明是他自己犯错在先，还要收拾晚辈，天下哪有这样的老人？刘发急了，都闭嘴！你们不了解情况，跟着瞎掺和什么？上下尊卑不要了吗？我大姐是他奶奶，奶奶收拾收拾，孙子怎么了？难道他是李铁柱的儿子，就可以无法无天，就可以忤逆不孝？李青云指着刘发的鼻子大喊道：“你把臭嘴先闭上！我只问你一句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要是大队长，就站到群众中去，一碗水你要端平，不能为了你姐姐就满嘴喷粪。想给别人讲大道理，你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再说。我听说刘家很乱，乱伦的事都传出来过。”果然，刘发的脸色立刻就青了，狠狠地盯着李青云，那模样恨不得要吃人。李青云的话都在理上，说的又是他不敢接的话题，他不得不怂。这时候，刘巧芝就站了出来：“小畜生，你不尊敬老人，我们养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吃点喝点咋地了？”这时候，看热闹的人都已经瞪起了眼睛。老李太太，你们是不是自己吃饭没叫二房？老李太太，你们是不是吃完饭之后要去打李铁柱一家？老李太太，李铁柱头上的伤是不是你们打的？
你们都闭嘴！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们掺和，你们都滚出去！刘巧芝根本不敢回答那些问题，只能仗着年纪大开始撒泼。刘发当了这么多年大队长，手下还是有一些捧臭脚的。他使了一个眼色，立刻也有人开始为李老太太这一方说话。大伙都别吵吵了，不就是少吃一顿饭吗？能咋的？可不是，李铁柱一家真没必要小题大做。厢房里也有锅，自己再做点不行吗？这些人一开口，看热闹的人立刻分成了两派。林远山作为村支书，这时候只能由他来说话。都给老子消停一会儿！李青云，现在有人说话了，说你们小题大做，你怎么说？李青云心中一喜，脸上的表情却更加悲愤。乡亲们，如果屋里有粮食，我们怎么会去打扰人家？不信乡亲们可以进屋去搜一搜，如果你们能在我们二房找出1粒米，我李青云今天就给他们磕头认错。你们可以问问那个老太太，这么多年她有没有给过我们1粒粮食？刘巧芝怕李青云再说，立刻把话接了过去。没给你们粮食咋的了？哪顿没让你们吃？我管家就是这个规矩，没给你们，我也没给别人。乡亲们，这可是他说的。我现在请求老支书，请求乡亲们给我们做主。现在人多，大家做个见证，看看我大伯家、我大堂哥家有没有粮食。如果他们屋子中也没有，那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李青云跪下磕头，以后就是被欺负死，都不会再放一个屁。你老李太太信誓旦旦，那就搜搜看呗。如果你真的一碗水端平，那我们也不会阻护李青云。但你要真是黑了心，那今天这个事儿就大了。李铁柱不能说话，我们可都长着嘴，岂能让你把人往死里欺负？林远山当时就拍了板，派出3个大队干部，带着人就进了屋子。上级
一出，很多人都是一阵叹息，他们感觉李青云太软弱了，没看到老死太太像杀猪一般被抓上车，很遗憾。但大多数人认为李青云仁义，他能放下仇恨，保住老太太，就说明他的本质非常好，不是的理不饶人的刻薄人。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狠狠地盯着刘巧芝。林远山咬牙切齿地对刘巧芝说道：“你自己决定吧，你是跟我们走，还是给李青云道歉？”刘巧芝自然是两样都不愿意选，她一脸的怨恨，一双三角眼看着李青云，真恨不得把李青云大卸八块。就在他准备装死的时候，刘发趴在他耳边说道：“你就服个软吧，这次毕竟是被他们抓到证据，把今天应付过去，以后还不是你说了算。”他想想也对，他甚至想好了1000个法子去慢慢收拾李青云。别带我走，我给那个小畜生道歉。李青云脸上的笑容很和气。老太太，道歉先等一会儿，你先要承认对我下了毒。刘巧芝咬了咬牙，说话像念经一样。昨天是我骗李青云喝了毒药，是我想败坏他的名声，让他当不了兵，这是我承认。他这话一出口，自然又招来了一阵大骂。这尼玛脸皮有多厚，心肠有多歹毒，就从他这个态度就能判断出，他绝对饶不了李青云。可以预见，李铁柱这一家人的日子要更不好过了。李青云杀人诛心的目的达到了，上前一步，冷笑着说道：“道歉吧，大伙都要看到你的诚意。”刘巧芝哪来的诚意？她连眼皮都没抬。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说完这几个字，转身就要走。这时候，林远山的大吼声传了过来：“刘巧芝，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在消极应付，你还要做保证，你忘了吗？”刘巧芝呼的一声转过身，三角眼中目露凶：“我保证行了吧？我保证一碗水端平，保证不再难为他们，行了吧？你们还想让我咋地？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整死！”林远山冷哼了一声：“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否则大队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这个泼妇。”刘巧芝回到房间，她真的被气坏了。从她嫁到这个家开始，就没受过气，更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，居然给孙子道歉，给她最看不起的人低头。他真的比吃了大便还要难受。李茂才弱弱地说道：“老婆子，既然你这么生气，那就跟他们分家得了呗，把他们撵走，是不是眼不见心不烦？而且青松也该娶媳妇了，这院子实在是住不下了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”刘巧芝瞪了李茂才很久，给了李茂才一巴掌：“老不死的，你长了一个猪脑子吗？和他们分家了，李铁柱那1个月22.5块的津贴还能给咱们了吗？和他们分家了，家里的活谁干？指望你，还是指望那几个废物？还有，李铁柱是我养大的，凭啥让他出去过小日子？他欠老娘的，就得一辈子给老娘扛活。不只是他，他的子子孙孙，哪个都别想过好日子。”上集说到大队部直接带走了李青松，吓得老太婆向李青云道歉，并且答应要分给2房粮食，这才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。这时候李茂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几十年了，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”刘巧芝低着头，一下一下抹着眼泪：“你让我怎么放下？当初把他抱回来，就是因为他老爹是个大能，以为他长大了也能出息人，能帮咱们李家改换门庭。可是他都做了什么？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伺候大，送他去当兵。结果呢？他弄了一身病回来，又做了你腿子。早知道这样，我抱他干什么？看到他连个屁都不能放，走路都走不稳的样，老娘就生气，想分家。做梦去吧，除非咱们都死了。”李茂才叹了口气：“这事儿可由不得你，你弟弟也说了不算。如果大队部真开会表决，那咱家就得和王老七家一样，不但要分粮、分房子，就连养的牲口、家里的柴火、存款都要分出去。依我看，
力就像缺心眼，现在也反应过来了，各自揪住自己的人，嗷嗷的就叫唤开了。这下子正房中热闹，哭喊声、叹气声、不断拍大腿的哎呦声响成了一片。都别吵了，姓何的破鞋，你到这屋来。老大媳妇和青林媳妇，你们也进屋。屋里没热闹看了，李青云摊了摊手，走回了厢房。回到厢房后，他一句话没说，很有心事。他这番举动，把一旁的张小娟和李华都整懵了。你小子发什么疯？刚才看你还挺高兴的，现在愁什么？李青云又叹了口气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那老太太准备给钱了，200块钱啊，那可都是咱们挣来的，就这么让她败家了，能不心疼吗？可不是咋的？哎呀妈呀，她拿出200块钱，是不是你姐的嫁妆？更不会还给咱们了。说着话，张小娟就要向外跑，李青云满头黑线，一把扯住了老娘。娘，你这样去不是自讨没趣吗？那老死太太吃了大亏，正要找人出气呢。那也得去，我就要问问她，你姐的嫁妆怎么办？李青云安抚老娘，苦着脸解释：娘，你听我说，我爸1年的津贴加上分红就是300多，这只是1年的，加上以前那么多年呢。我爹可是从退伍之后，所有的津贴都交给他，他手里的钱可不止200块这么简单。他想给自然就有钱，不想给你就是去给他下跪，他都不会掏出1分。李青云这么闹心，也是有意做给李铁柱看的。果然，李铁柱又低下了头。其实他什么都明白，只是孝道这一关真的能压死人。爹，你也不用太伤心，钱是人挣的，咱们以前能挣钱，以后会挣来更多。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室内的气氛瞬间温馨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一阵脚步声，房门砰的一声被人一脚踹开。第一个进来的又是刘巧芝。你们这些白眼狼，自己躲清静，不管老娘的死活是不是？李青云，何家要你一个承诺，你跟他们说。老太太，你有话就说，没人愿意看你那张老脸。跟你明白说吧，我答应了何寡妇2件事，第一是给她200块钱，第二是让何小花嫁给当兵的青松。现在青松不能当兵了，自然就不用再娶何小花了。你要去当兵，这个责任你就要担着。你今天给个准话，当兵之前你们俩就把彩礼过了。这尼玛，这是逼着戴绿帽子啊！而且还是可以落上天的那种，怪不得刚才小破鞋那么看自己。那什么，和那个小花，你和李青松在草垛里干的那些事儿，以为我没看见吗？你还想让我娶你，咋这么不要脸呢？和你哥睡得咋地？那不都是你们家哥们吗？那老太太答应了的事就要办。现在当兵的换成你了，你就得娶我，要不然我拼着去学习班，也要把你们家彻底搞臭，让你们谁都当不了兵。李青云仰天就是一阵狂笑。他刚才看到了刘巧芝的眼神，那一瞬间他悟到老死太太打的好算盘。这老死太太是真的歹毒。老太太，你想瞎了心了？这个兵我不当了，就留在家里天天陪着你。至于这个何小花童鞋，你答应的是你自己办。李青云的这句话无疑是石破天惊。她这种女人最看重的就是物质。李青云虽然长得帅，但他家没钱啊。说是屯子里最穷的都不过分，自己怎么可能跟他过日子？那不是要一辈子吃糠咽菜？我不干，我才不嫁给穷鬼呢！刘巧芝，老死太太，你出来！本姑娘差点被你骗了。何小花的泼辣劲表现出来了，扯着刘巧芝的衣服就往外拽。刘巧芝被自己女儿拽走了，何寡妇自然也不能再待下去，正想离开，被李青云叫住了。钱拿到手了吗？何寡妇又哆嗦了一下，下意识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叠钱。她的本意是想在李青云眼前晃一下，没想到被李青云直接抢了过来。李青云数出12张大团结，把剩下的8张摔在了他的身上。这时候何寡妇才知道自己被打劫了。李青云，你抢我的钱，你连我这种人的钱都抢，你去了8辈子大德了。你叫唤吧，乡亲们马上就来了，看他们会不会帮你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这张欠条是我让老支书给你的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明天我就让他把你送去学习班。何寡妇懵逼了。燕，那你把钱还给我，你为啥要抢我的钱？老支书为什么把欠条还给你？是因为他看不惯刘巧芝，是让你来折磨那个老死太太的。何寡妇一下子就懂了，李青云的嘴角又翘了起来。他趁热打铁，
这120块钱是我姐的嫁妆，现在从你这里扣下来了。你姐的嫁妆钱你自己找她去要啊，为什么欺负我？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？你想拿钱就走吗？那老支书能满意吗？你今天来的任务主要是折磨那个老太，你要把她整疯，要让她睡不着觉。至于你现在钱少了，你可以再去要啊。那老太太有的是钱，别说200，你叫她拿500块，你都能要得出来。你就以我们家没有当兵的了，必须另外给你姑娘找个好婆家为借口，去和她死缠烂打。何寡妇瞬间明白，直接跑去正房要钱。上集说到何寡妇从被李青云直接抢走120元，李青云还怂恿何寡妇继续去敲诈刘巧芝，接着就气冲冲地跑去找刘巧芝算账。而在院子里，何寡妇和刘巧芝吵得不可开交，何寡妇娘俩是真有战斗力啊，直接硬刚那个老太太，完全占据上风。李大壮和李青云的丑事全都抖了出来，最终结果何寡妇胜利了，无奈刘巧芝又拿出了150块钱，才总算暂时打发走了2个扫把星。没过多久，刘巧芝又杀了过来，她在何寡妇面前吃了大亏，恼羞成怒，本打算拿李铁柱一家出气，把那120块钱要回，却没想到今天的李铁柱硬得厉害，门神一般挡在门口，无论如何都不让老太太进屋，纸上写了好长一大段话。是你生养的我，你怎么对待我都行，但你不应该这么欺负我的儿子、女儿。你手里的钱是不是我挣来的？我不求你都花在我们身上，但你也不应该拿我的钱害我的儿子吧？今天青云做的没毛病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。刘巧芝傻逼了，他真的没想到最孝顺的李铁柱会威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。就在他愣神的时候，李青云在后面吼了起来：老太太，我的钱是从何寡妇那里拿来的，跟你可没关。
提高了1倍。而李霞一张脸更是已经憋成了猪肝色。她已经21岁了，哪天不想找婆家，但每年都相亲，就是没有人能看上她，倒贴都不行。李华的话正说到了她的痛处，她那叫个无地自容。他们的声音很高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反驳。根本原因自然是李青云给他们挣来了尊严，挣来了底气。正房中硝烟弥漫，厢房中却是一片温馨。李青云直接把包子和油条递给了梁小芝，然后在梁小芝的欢笑声中走到了李铁柱身边。下一刻，4个新鲜的猴头出现在了李铁柱面前。爹，你看这是啥？就算他见过大场面，4个猴头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也把他震惊了个够呛。他的眼神一直就没离开过猴头，目光中都是兴奋。李青云嘴角翘了翘，李铁柱愣了一下，下一刻就明白了儿子的意思。爹，你别总出去干活，家里这么多人，咋就非得祸害你一个身体？今天给你个任务，看住这4个宝贝，把它们晒干了，就能卖成现钱了。李铁柱小心翼翼地接过猴头，看了又看，真的是欣喜到了极点。李青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今天他不准备出去了。既然正房已经决定了要跳大神，他就要看着点。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大门外传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：“李清风在不在？李清风在家吗？”我操，这个时间怎么还有人找清风？声音咋这么陌生？他推开房门走出来，正好和大姐走了个对面。大姐满脸羞红，就跟刚偷了东西一样，急急忙忙的想躲出去。这是咋了？我姐躲啥？张小娟白了儿子一眼，小声说道：“还不快去开门，是你姐夫来了。”接上集，这时候李华的未婚夫陈晓东来到了家里，是隔壁临江大队的人。陈晓东有些憔悴，他吃惊的模样跟见了鬼一般。小东哥你好。青云，我想找你姐说几句话。就看陈晓东的模样和听他说的这句话，李青云就猜到了个大概，估计他这次是来退亲的。有事说事，不用找我姐，我能替他做主。陈晓东尴尬了，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杀人犯，他剩下的只是害怕了，转身就走，不甘心留下来，又不知道该说啥，瞬间就急了个满头大汗。此时李铁柱脸上挂着微笑，陈晓东自然看到了李青云的目光，他尾巴骨都在冒凉风。那个二叔二婶，我爷爷听说青云杀了人，让我来退亲。张小娟最知道女人的心酸，自己的女儿被退亲了，就会成为她最大的污点。结果听说要退亲，李华整个人都瘫了。李青云听到屋里的动静，知道是大姐伤心了，可把她心疼坏了，上前一步就想怼回去。就在这时，陈晓东又说了一句：“但是我不同意，我不想退亲。”这句话无疑比刚才的退亲还要让人震撼。昨天晚上爷爷就让我来，我在外面躲了一宿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想娶小华做媳妇。青云杀了人，只能说他自己是个坏蛋，跟小华没关系，小华还是好人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小华，我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娶她。就在这时，里屋的李华已经哭了起来。什么叫我是坏蛋？我有那么坏吗？哥是见义勇为的好汉，好不好？那个谁，你可想好了，我可是杀了人的，我们家的名声以后会臭大街。你确定还娶我大姐？还有，我能杀别人，也能对你下手。你想想，你如果和我大姐闹矛盾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我不怕，我都想好了，无论如何都要娶小华，我以后都听她的。你就不会对我下手了吧？这下子不只是李青云绷不住，李铁柱和张小娟都笑了起来。此时此刻，李青云对这个准姐夫太满意了。上辈子大姐提出退亲之后，这小子等了大姐很多年，这么重情重义的人，绝对要珍惜。李家人的反应出乎了陈晓东的预料，他想到了很多，却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家人还能笑出来。就在他懵逼的时候，安平大队的大喇叭响了起来。社员们注意了，社员们注意了！下面播送的通知，大家都知道，昨天第一小队的李青云杀了人，有人说他要被枪毙，也有人说他给咱们大队抹了黑。现在老子告诉你们，他是咱们大队的英雄，他和他爹李铁柱一样，都是响当当的好汉。李青云杀人是为了救人，他杀的那2个人都是通缉犯，老子要查查是谁造的谣。乡亲们，李铁柱家不容易，求求你们不要再伤害他们了，他们父子带给了咱们太多的荣誉，他们让咱们能抬得起头，走到哪里都有面子，咱们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良心？
说大话，我说的话就代表我爹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陈国强和胡秀英满脸都是不可思议，以为李青云这个毛孩子只是心里有气，给他们难堪而已，没想到陪嫁的事居然是真的，这真让人无地自容了。从他给出的120块钱彩礼就能知道，这个孙子媳妇在他眼里地位不高，过门之后的处境可想而知。李铁柱心里也清楚，这下好了，加上李青云的名声，他们陈家不但占了李家的名声，还收回来了几倍的陪嫁品，这是赚得盆满钵满啊！大兄弟，咱们哥俩以后好好处。今天你说句话，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提，我们会回去和老爷子争取。就算办不到，我们两口子也会站在小华这一头。李青云笑了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承诺。大姐嫁过去了，绝对不能受欺负。大伯伯母，你们家老爷子没看中我大姐，你们家那些人都憋着想看我大姐的笑话，这事没错吧？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他们小两口结婚就分家，之后他们该尽孝尽孝，但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干涉他们的生活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答应陪送的东西一件都不会少。如果你们为难，给他们找一块地皮就行，盖新房我们也负责了。李青云说的每一句话都斩钉截铁，字里行间都是对姐姐的维护。李华不能出压抑着的哭声，谁都能听得到。就是陈晓东，眼泪也已经流了下来。如果不是有爹娘在这里，他肯定要给小舅子下跪了。他好羡慕岳父一家人，好羡慕自己的未婚妻有一个这样的弟弟。他发誓以后一定要10个头的对媳妇好，否则自己就不配结这门亲。一直没说话的胡秀云，他是心里最愧疚的那个。昨天他就来了一趟，他以前做过妇女队长，这时候泼辣的一面表现出来了。大侄子，你提的要求很合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了。我也是女人，知道小媳妇不好当，你们家出了这么多嫁妆，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受欺负，这个没毛病。至于盖房子，他们老陈家不答应，我胡秀云就回娘家借钱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儿媳妇我们高攀了。李青云的目的达到了，他认为付出这点代价太值得了。老爹身体这么弱，肺里还有2块弹片，他干那么重的活，能坚持到现在，全靠大姐的细心照顾。而老娘，她不管是挨打受骂，还是辛苦干活，都和大姐在一起。这个家能维持到现在，大姐有1半的功劳。大姐结婚之后，老爹老娘肯定会很难受。但是如果大姐结婚就分家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临江大队和安平大队只隔着7里地，大姐甚至天天都可以回娘家。以后自己发展好了，是不是可以把大姐和姐夫接回来？那样，老爹和老娘是不是最开心？就这样谈妥了之后，陈国强一家3口笑呵呵地离开了李家，他们要回家和老爷子做斗争。另外一边，此刻李铁柱家门外已经等了几10号人了，听他们议论的话题就知道，他们都是李家的朋友，都是来恭喜李青云的。李青云本来是想出去和朋友们热闹热闹的，但陈国强他们刚走，大姐就跑出来，一把就拉住了李青云。李青云看了看大姐，好家伙，女人的泪水真是不要钱啊！姐，你别哭，你对这个家的贡献远远超过这点东西。我现在有这个能力，就一定要让你风光。不只是这次，以后不论谁欺负你，你都要知道，你的身后有我这个弟弟。李青云这话不说还好，越说姐姐哭得越凶。之后的时间，李铁柱家彻底热闹了，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恭喜李铁柱，佩服李青云。大伙高兴过后，都会大骂刘发那个老不要脸的，而骂着骂着，又会骂到刘巧芝头上。刘巧芝虽然飘了，但耳朵没聋，可把他气坏了，指着李茂才的鼻子，一个劲的吵吵，快点跳大神！陈家3人在回去的路上却上演了一副狗血戏。就在陈晓东和父母快回到临江大队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，转回头，他们就看到了一辆自行车，还有李大壮、刘红英和李霞。是李家大兄弟啊，你们这么着急有啥事？李霞在旁边一直偷看陈晓东。李大壮和刘红英他们听到了李华的痛哭声，以为李华被退了亲，心里那个解恨啊！看你们还有什么脸出来嘚瑟，等把李青云身上的黄大仙请走，你们一家子还不是要当牛做马？自己的女儿一再要求，他们也感觉自己家有机会，走这一趟一定能成功。李大壮就是个怂货，说话的还是刘红英。老陈大哥，你们做的对，就应该退亲。你们这么好的人家，怎么能娶那个李华？你看看他傻了吧唧的，一点屁股都没有，怎么能生儿子？陈家3人一脸的莫名其妙，紧接着怒火全都燃了起来。不夸张地说，现在李华在他们心中就是瑰宝。现在有人这么侮辱，他们岂能答应？就在他们开口之前，没想到更不要脸的一幕出现了。刘红英一脸贱笑，你们看看我姑娘，
看这模样，看这腰身，他和小东是不是很般配？陈晓东呼的一声转过了身，受不了了，必须吐两口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一时之间，他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而胡秀云做过妇女队长的她，可不怯场。今天必须给儿媳妇把这口气争回来。你还真好意思开口，就你姑娘屁股确实大，不过却是个坛子成了精。就她那尖嘴猴腮，满身的肥肉，还想配给我儿子？做梦吧你！小华为什么那么瘦？你们没个数吗？在我们心里，小华那丫头比你们家的坛子强万倍。告诉你不要脸的，再敢说我儿媳妇一句坏话，老娘打死你！哼！上集说到李大。
一辆自行车停在了他面前，之后一个光头大汉大叫了起来：好兄弟，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想不到你能干出这么大的事，你给老哥长脸了，老哥必须来看你，咱哥俩今天必须喝点，谁要是不喝，就是地上爬的。大嘴哥这时候能来看自己，李青云真的没想到，以后谁再欺负你，你就报我老李的名字，保证把他们都吓尿裤子了。大嘴哥笑声更响亮，拉倒吧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知道老哥为啥着急来吗？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吓趴下了。两个人说说笑笑进了家里。这是我爹，他不能说话。老哥，你多多担待。这是我娘，这是我姐，她叫陈九，是我在公社认识的朋友，最好的那种。大嘴哥第一时间握住了李铁柱的大手。大叔久闻大名了，想不到青云是您的儿子，我姓陈的高攀了。李铁柱也笑了起来，做了一个屋里请的手势。大嘴哥绝对是实在人，他昨天晚上刚回来，今天早上才听说了李青云的事迹。当时他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县里，买了2个猪肘子、2瓶老白干，又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安平大队，目的就一个，慰问一下兄弟，认识一下家里人。酒过3巡之后，大嘴哥突然叹了口气：兄弟，你不知道啊，今天可后悔死老哥了。你卖给我的那2个猴头，老哥千里迢迢的送去了省城，你猜咋的？咱们县里的国营饭店就要，而且还是急用，比省里给的价格还高10块钱，这特么的！李青云和李铁柱对视了一眼，立刻精神了。九哥，你咋知道县国营饭店急需猴头？我跟他们以前就有联系，早上去买猪肘子，他们那个主任跟我说的，今天晚上有一桌客人在他们那里订了餐，人家交代了，不差钱，好东西越多越好，最好能有猴头。那个主任四处找人打听，出价都到50块一个了，你说是不是可惜了？就在大嘴哥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他面前突兀的看着面前的2个猴头，大嘴哥彻底懵逼了。我操！特么的，你小子还有啥情况？难道你有寻找猴头的本事？我哪有那本事？还不是因为上次你给的多，兄弟动了贪财之心。这几天一直走村串户，运气好，又收到了这么2个。大嘴哥想想也是。接着2个人酒足饭饱后，直奔县城国营大饭店。面前的正是国营饭店的主任，也姓李，37、8岁年纪，干净利索，为人随和。大主任，今天不走了，晚饭你管不管？李主任哈哈大笑，扯什么犊子？哪一次让你饿着回家了？有啥事快说，没看哥正闹心呢吗？大嘴哥笑嘻嘻的把猴头拿了出来，一脸是笑的李主任就像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震惊到了极点。这是哪来的？只说了几个字，他就恢复了过来。好兄弟，大哥就知道你有本事，你可帮了哥的大忙。今天别走了，饭店里的菜你随便点。那必须的，你想赶都赶不出去。对了，差点冷落了贵人。这位是国营饭店的李主任，这位是安平公社的李青云小兄弟。这2个猴头就是在他家里拿出来的，你们俩是一家子，多多亲近。李主任看向李青云的目光一亮，3个人客气了几句之后，李主任捧着2个猴头，乐颠颠地跑去了后厨。屋里没有外人了，大嘴哥的笑容立刻猥琐了起来。嘿嘿，这买卖最终还是被哥们做成了。哥们是不是天才？是不是有财神爷保佑？李青云也高兴，这个年代商业还没有放开，猴头这么敏感的东西，谁敢大量出手？一旦被人知道了，红眼病人能踩破公安局的门槛，他们想不抓你都不行。现在多了一条渠道，他自然兴奋。过了今天晚上，就会有很多人知道这里的国营饭店有猴头这道菜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后这里肯定还有需要。那时候，李主任第一个想到的肯定还是我。乐观估计，只这一条线，我1年就能赚他几百块，那可是一个职工1年的工资。就在这时，李主任走回来，居然垂着脑袋，就跟死了亲娘一般。那2个猴头还在他手中，明显能看出来，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喜欢了。咋的了？又出什么岔子了？李主任叹了口气，特么的，这2天可能是衰神附体了。饭店里有4个大厨，居然都不会做这道菜，这尼玛，这可让我如何交代啊？大嘴哥懵逼了，立刻意识到买卖黄了。不会做就算了，没必要上火，就当老弟没来这一趟。你给老子说什么呢？你们这次是帮我，难道我还能让你们白跑一趟？说着话，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，硬塞给了大嘴哥。都是哥嘛，我这里是公家买卖，还能亏了你们个人吗？
猴头是好东西，等我找到了会做的厨师，早晚能卖出去。李青云弱弱地说道。其实猴头这道菜我能做。一旁的李主任和大嘴哥同时愣住。你能做？
让他又尖叫了起来。小王八犊子，你吓唬谁？李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畜生？你去告啊！我都70多岁了，还怕这个？实话告诉你，只要我不死，你们就别想消停。识趣的把钱和母鸡还给我，还像以前一样帮我们喂猪，帮我们劈柴禾，家里的活你们都要干。李青云额头上青筋直蹦，不死的是真不要脸了，这是决定要耍无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比比谁狠。老太婆，耍无赖是吧？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弄死你！我已经杀过2个人了，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。